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刘说说。3月2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非常担心国外金融资产泡沫破裂。郭主席为什么要担心？肯定是对我们有影响。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国外的金融资产泡沫破裂对我们会有哪些影响，我们该如何应对。首先声明一下啊，国外的金融泡沫一时半会儿呢也破不了。国外的经济情况啊，特别是美国，并没有一些自媒体说的那么不堪。相反呢，美国的经济还是相当不错的。如果说拜登的 1.9 万亿推进顺利的话，美国的经济还会继续繁荣一段时间。我们做个节目不能为了流量啊就贩卖焦虑。那郭树清为什么要担心呢？就是因为美国的经济特别是金融方面表现得太好了，好的有点出乎意料。金融泡沫的破裂都是建立在繁荣的基础上的，尤其是这种建立在没有根基的基础上的繁荣就是不是由经济增长驱动所产生的繁荣。另外呢，郭主席的担心还有其他的原因那就是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局部的金融危机我们发生过全国性的全面的金融危机我们并没有经历过。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并不是说咱们的金融没有问题而是中国金融的时间呢太短，满共也就30年的时间。1990年之前，我们连一个证券交易所都没有，连金融都没有，哪来的金融危机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是现在我们什么都有了，而且问题也不少。一旦有一个大的传导，比如说国外的金融泡沫破裂了，很可能引发国内的连锁反应造成我们历史上的第一次金融危机。这就是郭主席担心的原因。用一个笑话来比喻一下你愿意捐1个亿吗？我愿意。你愿意捐一头牛吗？我不愿意。那为什么呢？因为我真有一头牛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那就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不一样的。经济危机不一定是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一定是经济危机。而且呢，金融危机的杀伤力比经济危机更厉害。有点绕是吧？不着急，听我慢慢跟您解释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呢是多样的不一定什么原因。比如说上个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石油大幅涨价造成经济危机，全世界的经济衰退。地缘政治，打仗了，打到哪儿的经济肯定衰退世界大战，全世界的经济都在衰退，这个好理解。再比如呢，咱们国家上个世纪60年代初3年困难时期，那肯定是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3分天灾7分人祸。就各种原因呢产生，其实都是会产生一个结果要么生产过剩，要么生产不足，就是生产和需求之间呢产生了矛盾，就会发生经济危机。但是一旦这个原因呢消失，经济危机就会迅速的平复。这个在我们中学的政治经济学里边都学过。但是金融危机不一样，金融危机的本质上是信任危机就是人们不再相信各种金融资产了，手中持有的股票债券房产，甚至包括本国的货币，不再相信金融机构，甚至不相信本国政府掌控金融的能力。这个杀伤力可太大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有2008年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都是典型的金融危机。1929年世界大萧条其实也是金融危机，是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1997年和2008年我们都经历过这种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如果发生在中国就是一场灾难。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中国曾经发生过的局部的金融危机大家的了解呢就更深了。我们可以称得上金融危机的最早的事情就是1988年前后的抢购风很多朋友都应该经历过。人们把钱从银行里边取出来，到商场见啥买啥，连草纸都买。银行存款的利率非常高，要不然呢没人存钱了，年息25%的都有。我曾经存过，有一年我的压岁钱是50块钱，存到银行里边半年定期利息17.5%，17.5%。其实这就是金融危机了，老百姓对人民币不信任了嘛，物价上涨的太厉害。有的朋友可能就说了，刚才你还说中国没有金融危机，现在又说有了没关系，这不矛盾要不怎么能说是局部性的金融危机呢？那什么是全面的金融危机呢？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金融机构的大规模倒闭，这在中国呢始终没有出现过。
所以我们说呀，中国没有发生过全面的金融危机，但是在美国发生过，而且呢不止一次。最近的一次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华尔街5大金融机构前3个都被干掉了3个。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这个太牛了啊！美国政府呢还对他们开了小灶，允许他们呢吸收民间的存款，这才活下来了。以前这哥俩干的是投行，就只能吸收机构的存款。美林是已经有158年的历史了，经过了大萧条、2次世界大战，历经风雨，结果倒在了2008年。还有就是贝尔斯登、雷曼啊，这都是近100年的金融巨头了，倒了，这就是金融危机。其实呢，我们的历史上也有一次比较严重的时候啊，那就是1994年。1994年的时候，中国的4大国有银行工农交建啊，如果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标准，那就该倒闭了，坏账率啊太高了。如果说国家不管，那就真成了金融危机了。你想4大行如果都倒闭了，那还得了？怎么办呢？国家发行了特别国债啊，为4大行充实资本金，同时呢同时4大行的不良资产另外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全部都剥离了，这才有了4大行的今天。国家为了救4大行呢，当年发行的特别公债啊、特别国债，基本上变成了通货膨胀，落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所以呢，4大行应该感谢每一个中国人呢，我们都是出了一份力的。还有一次 P2P， 这就太惨痛了，全国的受害者上亿，损失惨重。P2P 暴雷算不算金融危机呢？严格来说肯定不算啊。P2P 这个机构倒闭的再多，它也不是金融机构啊。但是 P2P 造成的损失已经不亚于一次小型的金融危机了。举这些例子呢，可以让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金融危机的杀伤性啊。金融危机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地方，就是它的传导性。经济危机的传导性呢，相对来说小一点啊。比如说欧盟各国，这个联系够紧密吧？希腊如果发生经济危机，德国不一定受影响，但是希腊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德国肯定受影响。这就是郭树清担心的原因啊，就是国外的金融泡沫如果破裂，很有可能传导到中国，引发国内的金融危机。我们再来举一个中国受影响的案例啊。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就属于躺枪的那种，本来没有中国什么事儿，但是呢，我们也受到了影响。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当年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破产。广国投当年在中国属于绝对牛逼的投资公司了，当时国际级的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就2家，一家呢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另一家就是广国投了。本来呢，广国投问题也是很多的，存在着高息揽储、账外经营、乱拆借、乱投资，这些都是违规的经营活动啊。但是引发广国投倒闭破产的直接原因就是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了。东南亚的投资者啊，被索罗斯杀的毛都不剩了啊！有些投资者呢，在广国投还有钱啊，就找广国投要钱，广国投也没钱呢。少量的挤兑啊，少量兑现还行啊。大批的金融难民都来挤兑，一下就把广国投给挤崩了。这是中国第一个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案，当时被称为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所浮现出来的最大冰山。中国在97年受到波及啊，根本原因还是广国投自身有问题。那么现在情况怎么样呢？说实话，现在情况更严重，别说97年了，就是2008年都比现在情况好得多。现在我们的情况其实大家都知道啊，第一就是杠杆率过高，这不光是居民房地产的负债高，是所有经济主体的负债率都高。居民、企业、金融机构甚至是政府负债率都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二呢，就是各类金融资产联系更紧密，有一个崩盘的很容易产生连锁反应。咱们举个例子啊，2015年股市崩盘，但是呢没有传导到房地产市场，对吧？2015年的时候呢，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不高，泡沫有限。您还别不乐意听，您现在回头看一看15年的房价真不高。但是现在呢，如果说现在股市上证指数8000点突然之间崩到3000点，
那房地产市场立即就会跟着地动山摇啊。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啊。如果说北上广深房价突然崩盘，1万块钱1平方，你说我有200万，我终于可以在北上广深买套房了，别高兴，你照样买不起。到时候你所有的金融资产都跟着崩，你手中的股票理财产品都大幅缩水，银行存款只保你50万。你说我手里拿的是现金，我可以买吧？放心，到时候您不会买。为什么呢？房价一崩，银行跟着崩。银行是百业之母啊，那就意味着百业凋零，你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收入了。同时呢，物价会暴涨主粮还好一点，国家能管控啊。瓜果蔬菜、肉蛋禽鱼、食用油呢，都能给你涨到天上去你是考虑生存呢，还是考虑买房啊？所以3月2号新闻发布会，郭树清还说就是房地产领域的核心问题还是泡沫比较大，金融化、泡沫化这个倾向比较强，是金融体系最大的灰犀牛，就是这个意思。好在哪一点呢？就是现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所有问题，管理层都知道，而且呢，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压缩泡沫，降低风险。这一块我们就不多说了总之呢，一个目的就是在国外新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把国内的金融风险呢压到最低。等到国外的金融危机传导进来，我们能像08年一样的扛过去。在这里咱们要重点指出一点就是下一次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就是彻底洗牌的时候，扛过去中国就赢了，扛不过去那就啥也别说了。所以呢，我们不用怀疑中央打压房地产泡沫的决心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那么国外的金融泡沫会不会破，金融危机会不会爆发呢？我的看法是一定会，但是短期内不太可能，所以不用太过杞人忧天我们就用最近的10年期美债收益率飙升和拜登政府 1.9 万亿援助计划这2个事来说一说国外的金融泡沫。美债收益率上涨意味着美债的价格下跌这一点要搞清楚换句话来说，就是美债没人要了，抛售的有点多了。最近1年呢，世界各国抛售的美债确实是有点多，原因也不复杂，去年美国印钱太多了。现在问题来了，就是拜登政府的这 1.9 万亿也是要发债的，这个债利息怎么定？利息低了吧不好卖，对吧？我在市场上买流通的美国国债收益都比你高，利息高了吧不可能。这个美债的利息高和美国加息效果是一样的。美国现在是绝对不能加息的，它经济等着复苏所以呢，我们就来看我们就当这批美债利息低，然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不好卖不是说卖不掉1.9 万亿肯定是能卖掉的。怎么卖呢？投资者买一点，买的不多原因刚才都说了，我到市场上买1万美元的流通国债都能挣100多我买你新发的国债我才挣50多，我脑子有病对吧？卖不掉怎么办美国的商业银行呢是用来包销的，美国的商业银行全包了，然后转手扔给美联储，美联储印钱还给商业银行，这就是美债发行的过程，也是一个恶性循环您明白了吧？美债的收益率高，造成新发的美债卖不掉，只能够印钱来消化，印钱过多又会造成新发行的美债更加难卖只能印更多的钱，市场上的美元越来越多，美债的价格呢越来越低。那可能有朋友要问那怎么解决呢？正确的办法就是新发行的美债要有一个合理的收益市场上的投资者能把它买完，那美联储就不用印钱了，这个世界上美元的总数没有增加，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可能有朋友听到这儿又要问那美债利息为什么不能定的稍微高一点呢？美联储不印钱多好刚才我们说了，美债加息和美国加息这个效果是一样的，这就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股市的问题。美国呢，它不是不能加息的，但是加息呢，一定要是美国经济景气的时候才能加。我们知道加息会使股市下跌的，但是呢，美国的经济如果表现得好，加息能够吸引美元回流美国，大
大量的回流美元能够托起股市，不会发生大的问题。以前美国就是这样啊，周期性的美元回流啊，用来收割别国财富。但是现在呢，有点玩不转。美国的股市和中国的房地产是一样的，绝对不能崩盘的。去年呢，美股熔断，美联储亲自动手向我们示范了为了保美股，美国能有多拼命啊！去年的情况呢还好一点啊，当时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只有4万亿，保完股市就飙升到7万亿了。美元呢已经明显看出来是没有以前值钱了啊！未来如果再发生这样的美股崩盘，保还是不保呢？那肯定还是要保啊！但是保美股就意味着牺牲美元的信用，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以前呢没问题啊，以前的美元信用相当好，当然了，现在美元的信用也不错啊，但是总有一天会面临到一个保美元还是保美股的问题。这个问题呢，短时间是不会发生的，但是一旦发生，就是能够动摇美国国本的，威力会远超08年的金融危机。当然呢，这个问题不是无解的，有一个办法啊，那就是美国的经济能够持续的保持高增长，这对于中国也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当然希望美国的经济能够尽快的好转，能够多给我们一些压缩泡沫还有发展的时间。中美之间呢，这个经济联系啊太紧密了，我们当然希望美国金融泡沫的时间啊越晚越好，但是呢不能不防啊。最后说一说我们老百姓啊，面对不确定的金融风险，我们最好的自保方法是什么？那就是降低自身的杠杆啊，最好是不要有不良的资产，最好是不要有不良的负债啊。你说我们家月收入15000啊，每个月我要还房贷6000，这个无所谓，这属于良性的负债。你说我月收入5000，我每个月要还车贷3000。那就有点麻烦了，你别说金融危机了，就是正常的一个波动你都承受不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说这么多啊，最后还是希望朋友们能够弹幕支持啊，感谢大家的观看，下期节目再见。